些年，阿米塔以湖商商会行首的身份帮何有光运作生意，手中定是握有不少何有光贪污的罪证。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离间阿米塔和何有光的关系。起金楼大火之后，何有光是最大获利者。利大者宜。如果真的和我们猜测的一样，海虎的死跟何有光有关，那阿米塔他这些年来感恩戴德的义父是自己的杀父仇人，定会跟何有光决裂。我们便可以策反阿米塔，得到何有光全部的罪证。我可以接近他，但是我需要一个说辞。我跟何有光说过，我是来云游四海，不插手他的事务。这怎么能让他不怀疑我呢？一个男人接近一个女人，或许不需要什么说辞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男女之事，只是逢场作戏罢了。在长安酒宴上，这种伎俩你应该也见多了，该是你大展身手的时候了。不是，我是怕阿米塔到最后沦陷得太深。真的，你别笑。我落下一个负心汉的罪名也没关系，我只是觉得对他不公平。那你是小看阿米塔了。你是小看我了。是，我承认你魅力很足，也够聪明，遇事也懂变通。可阿米塔这姑娘心思缜密，手段毒辣，不会轻易将真心交给别人。我觉得这件事你正合适。只是逢场作戏的功夫已经荒废了些日子，我担心。怎么？你如此推脱，难不成在岭南有了心上人，不便行事？我接了。这几日何有光会在城西的马场，听说阿米塔也会在那里帮忙挑选骏马，你大可以趁此机会与他结识。好鞋，好鞋马鞋，好鞋马鞋。您来一双草鞋，多少钱？1个铜板。？1个铜板。来，勾。这鞋呀，好穿又舒适。给我买的。赶紧的。哎，合适你去试试。合适合适。谢谢七郎。1文钱。1个铜板。生意好不好，老板？哎，还行还行。嘿。这是什么？烤竹柳。竹柳。竹柳。2位慢用。这些天我的心情，就像这岭南的山一样，起起伏伏，一会儿都不得清闲。当初马桂云被烧死了，我还恨老天爷，让自己陷入这乱局当中。现在还好，冥冥当中让我一步一步接近真相。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，替我阿爷报仇。老阿公的仇当报，可这仇压在七郎心上，让七郎失去了往日的风流潇洒，我搞得心疼。我现在就需要把这假凤求凰的任务给办成了。七郎虽在长安混迹9局，却从未过城关，怎么懂得如何哄女人啊？你笑起来一点也不好看，我还不懂得哄女人。情关难过，我照过，我只是平时不喜欢沾花惹草、寻花问柳。你再笑我大嘴巴，我抽死你！七郎风流潇洒，妙语连珠，谁家娘子见了都欢喜。我再来个英雄救美。他是不是得迷得神魂颠倒的？抽死你！我一会儿。好看。我跟你说，老张啊，这整个岭南呀，骑马最好的是阿密特，挑马最好的也是阿密特。哎，我有时候就在想这李善德呀，你说他到哪儿去找马去？我都替他着急呀。我都想好了啊，到时候啊，
我送他个背篓，我语重心长地跟他说：“李大师啊，要不然你就背着荔枝回你老家长安吧。”累死他！想找马没有，只能找到驴啊！哎呀，他真是欺负咱们傻呀！啊，嘿，什么叫大智若愚？大智慧就是大傻，真智慧就是真傻。看着越傻，越智慧。你就说我这智慧，他们谁看得懂？哎，别人看不穿，只有某心里最清楚。哎，都在脑子里。好。哎呀，桂云兄，何刺史呀！哎呀，赵尚书，桂云兄，打上面下来，我感觉这2个人隐约见过，没想到真是何刺史。巧了，巧了。我这个义女啊，喜欢骑马，我们俩没事儿，到这儿来观赏观赏。桂云兄这是啊，我想选一匹千里驹玩一玩。哎呦，你这么说，桂云兄这骑术了得呀？哎，不敢说了得。你看，我叫马归云，在长安，我就喜欢骑马，有一个外号，飒骑马，人马合一。我骑废了6匹马。嚯，6匹，厉害了。那说明我们俩今天有眼福啊。待会儿你跟俺米塔跑几圈，比试比试啊。我这儿还有2匹野马，刚刚把喂马的仆从啊踢断了3根肋骨，你得帮着调一调。你可以的。那会儿我瘦，现在我……哎呀，再说你看，您这个义女英姿飒爽，骑起马来这么好看，我跟她比，我不合适吧？合适。阿米塔，回来，回来，看看这骑术啊！哎，来，整个岭南，骑马最好的，你记住了，我的义女阿米塔。一路归来，就听义父和客人相谈甚欢啊。阿米塔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马归云，马郎君，长安来的，右相身边的红人。马郎君，哎呀，这个小家碧玉常见，大家闺秀有之。今日一见，果然非同凡响，就像是仙女下凡一样。我在长安就听说过，虎女一花，南阳一霸，岭南一商。我以为是3个人，今日一见，原来是1个人呐。如果李延年见过姑娘，他的佳人曲一定会改成南方有佳人。果然，倾国倾城啊，姑娘。过奖了，早就听义父说右相要派使者来岭南，没想到也是年纪轻轻，风度翩翩啊！哎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风度翩翩谈不上，谈不上。哎呀，姑娘如此夸奖，不如今日七凤阁我设宴，我们再加深一下了解。不巧啊，商会正好有事要忙，不妨改日。那就明日。明日就明日啊，明日好。啊，好，那就恭候姑娘。苏老，这马匹跟骑手帮我雇佣的怎么样？我正要向你禀告此事。阿米塔在马事上动了手脚，高价选马。这个阿米塔，是不是之前抢你香料那笔？就是的。那他为什么又抢马呀？他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啊？别忘了，阿米塔的义父是何有光。如果你真的把李治运出了岭南，那他们父女2人的财源就不会滚滚而来了。您能不能想想办法，向阿米塔那儿买一些骏马回去？我与阿米塔情同水火，我去给他赔笑脸，
才会把我当成一只去看望母鸡的黄鼠狼，会更加穷凶极恶。这句成语虽然用的不准确，但是简单明了。要不我去吧。圣人恩泽四海，我给圣人办事儿，他不好推脱吧？好，啊，不过我要给你一个提醒。阿弥塔心肠又硬，脑子呢又坏，但是你四肢非常发达，头脑过于简单，你不妨狮子大开口，跟他多要一些骏马，就算数量上被他腰斩，那也能够这一次的转运之用。我说的话，你听懂了吗？可行。几家咬死一个价格，别家商团不可能扛得住。是。行首，我没事儿。你辛苦了。这位唐家贵人找我有事儿？哦，行少吧。啊，我是长安来的荔枝使。我想向行首求购一匹骏马。原来，你就是那个荔枝使。你耽误了我不少事儿啊！我还没找你算旧账，你竟然主动找上门来跟我谈生意。之前的事儿，多有得罪了。我是给圣人办事情的，好多事情呢，我也左右不了。实话实说。所以此次我想向行首公款买130匹骏马，还请相助啊。好一个爱敛财的贪官呐！常言道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你却黑得独领风骚啊！运几颗荔枝要这么多马？我不是贪官，我是算计好的。我设计了4条路线，第1条呢走梅关道，第2条走西京道，这是离京城最近的路线。第3条北上走曹路过长江，第4路呢也是走水路。每一条路线呢都得设计15个转换点儿，那4条路线就需要60个换乘点了。每个转换点呢都需要马匹、船只跟骑手，所以我需要130匹骏马呀。即便是这样，算上折损，100匹马也够了。你为何张嘴要130匹？这不也算上还价的折损了吗？你这人倒是实在啊！我确实为商会采买了一匹骏马，不过这些马都已经上路运货了，近期回不来岭南，所以这个忙我是爱莫能助了。那也不能所有的骏马都在路上吧？最近到港的货物品类众多，运力吃紧，确实一匹也调配不出来了。我知道李大使接的是个急差，就不要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。不过有件事儿，不妨告诉李大使。那荔枝园，我可以不收，但荔枝园欠的债，不能不还。我们胡人向来讲究有恩必报，有债必偿。这苑尾花开时借的钱，若是在花谢之前没还上，就可以剁了他的手。这岭南气候炎热，这些鸢尾长得不太好，怕是活不了几日。行首啊，这些荔枝园里的动人呢，这为我运荔枝还得出力，我能不能替他们讨个饶啊？没什么简单。我身为行首，自然要为胡商的利益着想。那就算我饶了他们，其他主事也不会答应。我可以做保人，6月之后他们一定会把钱还上，这行吗？
你自己能不能活到6月，怕是都不知道吧？哎，那个杭总，你刚才说这个鸢尾花花谢之前还钱，那这个鸢尾花它花要不谢，这钱是不是可以晚点还呢？那这个花能不能让我带回去侍弄啊？你觉得你能救活它？我能啊，我得看看。这花花草草啊，放到我手里边，它不能遭罪。我带回去试试。那要是死了呢？那任凭处置啊。那马的事儿能不能勾兑勾兑？我已经答应你一件事了，不要得寸进尺。送客。是。李大使，请。花儿我拿走了啊。这荔枝使也真是自不量力，都自身难保了，还要关心那些动人。我倒觉得此人不像义父所说的阴险狡诈，甚至有些傻，和别的大唐官员不太一样。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或许他装的呢。湖上有句谚语：骆驼用来运货，雄鹰用来飞翔。此人像是有点真才实学。若是有人尽心尽力帮他，这事未必不能成。杭首这是心动了？不过是一桩生意，不能冲撞了义父的利益。这怎么还不吃不喝了呢？摆弄起花花草草就废寝忘食。吃什么呢？我就如这坛中的残花，挣扎求活。不是拿到资金准备实验了吗？节外生枝了。你说我自从当了这荔枝使，这长安不管，岭南不问。也就苏老跟阿童给我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。好不容易苏老要借我钱了，却被阿米塔抢了马。这阿童吧，帮我采摘荔枝，却被阿米塔逼着还债。阿米塔，姐夫也为这个女的烦心。什么叫也？你认识他？不是我，是马桂云。马桂云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接近阿米塔。不跟你说这些了。刚才你说是阿米塔抢走了你的马，其实不是。我去过马场，我觉得是何有光授意阿米塔不给你马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说他们容得下这岭南的奇珍外邦的异宝运往长安，怎么就容不下这小小的荔枝运往长安呢？奇珍异宝运到右相的面前，是这父女俩的机会；荔枝运到圣人的面前，是别人的机会。这父女俩在岭南吃惯了独食，不可能跟别人分享。我不懂那些弯弯绕绕，我也不懂人情世故，我就管我的差事。明天我就找何有光要马去。你去了也没用，他随便找个理由就给你打发了。那怎么办？那我没有马，我就做不了试验呢。那我到头来不还是死吗？小什么气？这不还有我呢吗？我是谁？我是马桂云呐。我在这里面一转环，就帮你搞定。哎，你还不信？过2天，我让阿米塔毕恭毕敬、一本正经、规规矩矩，几百匹马摆在你的面前，个个都是良驹。
吃饭吧。归云兄，久等了。姑娘商会如此繁忙，能跟姑娘再次相叙，是马某的荣幸。等上片刻，又有何妨？姑娘，请。其实平日我不喜应酬的，除了接洽生意的酒席，我从不参加与商会无关的宴席。只是归云兄，你从长安远道而来。 我若不亲自前来当面告知，怕你误会了我，不宜怠慢。感谢姑娘诚恳之言。今日我知道了姑娘的脾气秉性，往后也不会贸然相邀。今日相见，并不是想聊一些花前月下，只是想送给姑娘一个礼物。归云兄，不必如此破费。我想送给姑娘的。 是一个建议。听说那荔枝使正在寻找骏马，而市面上的骏马都被姑娘收入囊中。我的建议是，给他。你今日前来，是想要做那荔枝使的说客？当然不是。我跟那荔枝使虽然都来自长安，但我们的使命不同。 我听命于右相，又怎会给一个荔枝使当说客？我只是跟他住在同一间驿站，偶然间发现他正在计算岭南的账目。他就是一个荔枝使，还妄想查岭南的账目，这也太自不量力了吧！姑娘不要小看这个人，这样的人我在长安见多了，平日里人微言轻。 手里握着一点小小的权力，便会变成恶犬。今日里，他去了码头数了数停靠的商船，又查了近几年岭南上交的税额。他是算科出身，不用怎么计算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。一旦被他抓住把柄，我相信姑娘。 也不想被这样的人攀咬上吧？那样的话只会因小失大。你跟我说这些，是为了帮我？我奉右相之命，来岭南督导。 又受你义父热情款待，姑娘也不是外人，我自然不会视而不见。既然姑娘不喜应酬，那我不再叨扰。姑娘来之前，我已经点好了一些吃食，姑娘慢用。告辞。 您请。李大使，我们行首听闻李大使的难处，特意从岭南拉来了2匹千里驹，专程差我送来赠与李大使。不是我跟你们行首说的是，要良驹100匹啊。啊，我们行首说，这马虽野性未泯，但烈气十足，若是能配上良好的骑手，便可以一敌百。如此2匹，刚好200。 你不能这么算吧？那他真的可以日行千里吗？千真万确，此马名为日行，那匹马叫千里。行首说，祝李大使旗开得胜，日行千里，试验成功。告辞。这岭南的姑娘真是聪明啊，如此会变通，还把话说得这么漂亮。 啊，他是不是送来了吧？是不是心甘情愿、毕恭毕敬？
我没有想到他们如此狡猾，用这个方法来搪塞咱们。姐夫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能真生我的气，姐夫。哎，你能在岭南给我找着最好的骑手？你疯了！我见过这2匹马，是何有光的，他是用来恶心咱们的。这是2匹野马，他踹折过很多人的肋骨，你不能认真呐！我是认真的呀，咱现在不就得量体裁衣吗？退一万步讲，那万一那2匹马他要真的是千里驹，我就用他俩打个头阵做实验。咱不是兵分4路吗？2匹能够吗？那怎么办？你不马归云吗？马归你，剩下的马你给我想办法。这个肯定好吃，你尝尝。阿丽呀！这是阿丽！李善德，这个阿丽，你是从泥里滚过来的吗？你不会从马上摔下来了吧？别提了。说这俩是千里驹，啊，那脾气大得很的，不让我上，我用麻绳把自己绑他们俩身上，啊，给我甩下来了。你看看这个，行吧？小心！你别逞能啊！严亚洲，你别逞能！在身上的吗？我以为你只会骑驴呢。此马虽然脾气暴躁，但确实是只上品良驹。若是懂骑行之术的人驾驭它，就可以日行千里，奔行如风。你就是懂骑行之术的人呐！我现在正是雇你为荔枝转运试验的骑手，等苏老回来了，让他把酬劳给你。骑手啊？谁说要当骑手？哎，牙庄，只有你能骑得上去这匹马，这钱就该你赚呀。那骑手的酬金可足够你吃喝半年的了。给再多，我也不干。牙庄，我告诉你啊，李善德的事儿就是荔枝园的事儿，荔枝园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，你不干也得干。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没有回旋的余地，别烦我。哎，严亚庄，严亚庄，严亚庄，这个忙你为什么不帮？我为什么要帮他？那李善德根本就不可信。那他张口闭口说自己是什么赤峰的荔枝使，为圣人办差。那若真是如此，那刺史府为什么不管他？他每天拿个牌牌四处游荡，连个办公的官署都没有，那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大事。那我们凭什么听他指挥啊？过去荔枝园的收成，有一大半要折成税款交给官府，是他把这里变成了御用荔枝园。有了圣人的庇护，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来欺负咱们了。等到6月荔枝运去了长安，我就能拿到今年的收成分给大家了。他是在帮我们呀。那他要是运不到长安呢？这荔枝园是咱们所有人的生计，忙活了一整季，万一到时候竹篮打水，荔枝园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张嘴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？那李善德会在乎我们的死活吗？就算他在乎，
他自己都穷得叮当响，他能干什么？你怎么就一门心思就信他呢？我第一次见到李善德，是在街市上，有几个浮浪子来找麻烦，是他出头帮我解了围。第二次就是在荔枝园，刺史府的官员派了好多人来收园子，又是他出头帮忙解了围。他是官员，却没有半点官威，不但跟咱们一起干活，还费尽心思搞各种名堂来保鲜荔枝，难道就为了骗咱们一记果子？严亚庄，你曾经也是荔枝园的外人，你知道的。我们洞人虽然头脑简单，但不傻，分得清好人还是坏人。李善德是我的恩人，我们见死不救是要遭天谴的。他是你的恩人，不是我的。我不想为了这件事儿抛头露脸，为此冒险。你呀，真是匹千里良驹，急行如风。就是这脾气太暴躁，太暴躁。但是你比我幸运呐，你比我幸运。本来以为你是匹疯马，被困于旧中，但是遇到伯乐，真有风采，真有风采啊！李善德，对不起，他做不了你的骑手。为什么呀？是因为酬金吗？不是。你不是外人，我不骗你。他是个逃兵，我从未问过他为何要逃，但我知道他不是个坏人。当初是我阿爷收留了他，在我阿爷病重时，有人来抢荔枝园，是他拼命打跑了那些人，为此身上还落下了好大的伤疤。这些年我一直把他当做我的亲阿哥。所以，他若觉得做你的骑手有风险，我便不能为难他。是，咱也不能强人所难的。其实啊，只有一个骑手，也解不了我4路试验这个燃眉之急。我得想办法。司老，实在是不巧，最近有马发瘟。不方便买卖，真的。好的，这你就不太直爽了。真的，我知道，你是怕得罪阿弥达。苏老，既然您知道，又何必来为难我呢？商会本应该是胡商互利互助的地方，可现在却人人畏惧行首，可悲呀！我听说阿弥塔私下里在萨山买了一大批琉璃，并且他想吃一份独食，可平日里他却要分食你们的利益，可恶！难道你们就情愿忍气吞声？阿弥塔背后是何刺史，在岭南做生意，谁又能绕得开他呢？通经过所的钱本就省不掉，既然他们能打通市舶司的关节，分些利益与他们又如何？你们的利益，他今日可以分得1成，那么明日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吃掉你5成。你入商会最晚，你还只是一只小船，一旦遇到风浪，
第一个翻船的一定是你。我听说你在引诱阿米塔，我的猜测，你不会是真心的喜欢他，你不过是想登上他那艘鼓满了风帆的大船。但是你要好好想一想，一旦你上了他的船，就会被他牵住鼻子，掐住脖子，会被死死的困在岭南。我们帮助大师转运荔枝，就是为了来日能够摆脱阿米塔的控制。我苏亮不会做赔本的生意，荔枝运往长安，那沿途会有很多做不完的生意。想一想，对你来说，这是不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呀？苏老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李大师，我去驿站找你，说你去了荔枝园，眼看日落西山，我想你也应该回来了，所以在此恭候大驾。那什么事呢？啊，是这样，荔枝转运4路通进，所需骏马实在太多，万一。我是说，万一找不到那么多骏马，这驽马真的不能替代吗？此去长安5000里，你骏马都需竭力，何况驽马呢？我测算过，这去长安这一路呢，平均每30里有一个驿站，你这个驽马它还没跑到驿站，它就没力气了，你测算的数字没有意义。若是骏马能往返接力，反复使用，那就皆大欢喜了。反复使用，那比如拉磨的驴，即便驴行1000里，也只是绕行于方寸之间。反复使用，我好像有办法了。我回去算一算啊！我回去算一算。但是那马还继续找吗？找啊！驴要不要？他又搞什么名堂呢？他在做举。举干什么用的？举是一种测量工具，由2个互相垂直的边构成，短的一边叫钩，长的一边叫骨。2个边上都有刻度，最直接的用途就是测量直角。西周时候的数学家商高发现了钩骨之术，以举辅之测算。平举以正绳，燕举以望高，复举以测深，握举以知远，环举以为圆，合举以为方。说的我都快睡着了。李善德，你解释解释，你这干什么呢？阿丽，给我拿条绳子来。再高。这个举的角跟这个角如果重合了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绳子是不是水平了。这个就叫做平举以正绳。如果我们想知道那棵树有多高啊，阿丽，让开。我们先得测出我到这棵树它有多远，用举啊，我们看向树的顶端，记录下视线与树顶端重合的刻度，
根据比例相等的原则，哎，我们就知道这树到底有多高了。这个就叫做验举以望高啊。用同样的原理呢，我们还能测出这个深度和距离的远近。这就是负举以测深，握举以知远。哎，这2个举合在一起，还能成为圆形。这世间有方有圆，我们就可以测出所有的东西了。啊，就是这么个道理，明白没？虽然还是听不太懂，但感觉还挺厉害的。不好意思，慢动。所以你到底要测什么呀？哎，你们谁对岭南的路最熟？严海庄呀，他闭着眼都能找到路。对，是啊。什么路啊？明天能不能跟我去趟小东门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你负责领路，我来测算。严海庄，这个嘛，你总不好拒绝了吧？何时动身？卯时3刻，咱们小东门见。李大师，你要找什么样的路啊？哎呀，找一条最好是平路有20里，山路10里，咱们呢绕一圈还能回到这儿，有这样一条路子。围城试验的想法，如同在绝境中劈开了一丝生机。只需要再寻到好骑手，此事即成。秀，阿爷在此拼死一搏，终于离长安又近了一步。行，挂面。这脚伤成这样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？什么没事啊？我看看。你过来，我看看，伸过来。我看看。哎呀，这都快烂了，还在乎鞋呢？幸亏我带了草药啊。这是龙牙草啊，消炎镇痛的。把这个磨碎了啊，敷上。给，会弄哈？不烂了呀。这晚上啊，咱们得在这儿过夜。喝点荔枝酒，给阿丽一个。阿丽，让你喝你就喝，快！今天呢，感谢严老弟帮我规划路线，啊，也谢谢阿丽帮我跑前跑后的，我敬你们2位一杯。哎，裴大师。李大师，你对阿丽这么好，他对我也尽心尽力。哎，我没把他当奴隶，我把他当朋友。李大师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我不是不想帮你，我是碍于身份，我不能露面。这么些年我躲躲藏藏的，我连家都没回过。是，理解啊。你的身世呢，
阿童跟我说了，理解，人嘛，这都有过去，都有秘密。你呀，肯定有难言之隐，才当的逃兵嘛。李大使，我不是逃兵，我是被诬陷的。当年我们在海上巡防，看见一伙海盗在劫持运草药的商船。当时我一箭射到那个领头的海盗身上，把他逼到船尾。但是后来他们援军来了，我们寡不敌众，只能跳船求生。后来我被渔民所救，等我把伤养好，回到岭南，却发现已经成了官府通缉的逃兵。有没有可能是你们太久没回军中，误会了？我们一开始也是这么想，后来有同袍去官府解释，但直接就被军法处置了。那我们其他人再去，那也是送死。李大使，你来岭南不久，你不知道，在这流放之地，官匪勾结很是寻常。一旦出事，顶罪的只有我们这些士卒。可惜了你一身好本领啊！哎，我这点本事不足挂齿。李大使没见过我那几个同袍，都是各中高手，是吧？嗯，骑射御船样样精通，上阵杀敌也毫不退缩。哎，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衣锦还乡。但是现在，你别说衣锦还乡了，这躲的躲，藏的藏，可能今生都不会再有自由了。也不用那么悲观，谋事在人嘛。你这总比我好吧？我这才叫死中求活呢。你呀，一定能拨云见日。李大使，坐下吧。这几日，我一直在琢磨你说的话。如今你做荔枝试验，急需棘手。我那几个同差，也都是各中好手。所以，我在想，你能否用你荔枝使的身份，帮我们伸下冤情，寻求特赦？万一，我是说万一这事你能办成，某等愿助你一臂之力，哪怕是赴汤蹈火，都在所不辞。当真？当真。哎，李大使，哎，李大使，请起。感谢。但是，帮你们申请特赦这件事情，我可以去试试，成功了当然皆大欢喜，但万一要是不成功的话，你可连在这荔枝园就待不下去了。李大使，我已逃亡多年，
我深知希望渺茫。无论成败与否，你都无需忧心。你愿意为我等一试，我已感激不尽。啊，李大师，我这还有一个证物，这是当日我从劫药材的海盗首领那儿缴来的。啊，这个先不用，放在你这儿。我去试试。你可真厉害，还要上何刺史那儿申冤。你知不知道他原来就是个海盗？万一他跟那些海盗现在是一伙的，把人抓了怎么办？合着你夜不归宿就是给自己挖坑去了？我想着能帮就帮呗。那个杨老弟骑术是真高超，主要是他主动说的，人那是以命相托。反正我想我就试试呗。你想你就试试，你想就试试。这世界上那么多条路，你非得选一个最难走的路。你说，特赦一个逃兵容易，还是找一个骑手容易？那不是一个骑手，那是一批骑手啊。那杨老弟说，他还有一帮同袍呢，那骑术都是各种好手。我可提醒你啊，见到何刺史，千万别说见过这个人，更别提那把匕首。我们先行探探他对这个事儿什么态度，再做打算。是，我肯定先不能暴露杨老弟，就先蜻蜓点水，一点点来呗。既然话说到这儿，我再帮你一次，我帮你推波助澜。你啊？那马的事儿不是我推波助澜吗？佳音，佳音啊！苏老，好，来，坐下。好。什么佳音？你猜如何？小老凭着3寸不烂之舌，从湖上哈迪那里讨来了骏马。真的呀？千真万确。我就说我的推波助澜有用吧？你看看，有6匹吗？6匹，6匹。哦，你只需要6匹就中了你的下怀？我暂时需要6匹就够了。有。那太好了。那您帮我选6匹最优秀的。好。还有，那个苏老，能不能帮我找一些经验丰富的骑手啊？你需要几匹骑手？几位？几位？几位骑手？越多越好。在岭南要找到好的骑手，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是，这样苏老，我这边呢，我也找，咱们做2手准备。如此甚好。大师放心，小老会用出吃牛奶的力气。静候佳音。哎呀，多谢苏老。狗，端个盆来，泡脚一起泡啊。好的，换个新的呀。这太打扰了。没事。解乏。解乏。在我们那里都是脱光了衣服跑到海里。在长安不用脱。真的是。阿米塔跟我说了，你设计了4条路线，准备做个测试，还需要100匹骏马。是，你也知道我这儿是刺史府，它不是马场啊，所以就算我支持你，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没事儿，解决了。我设计了一套方案，我准备做一次绕城试验。如果能循环接力的话，就不需要那么多骏马了。我今日来呢，也请何刺史
把小东门，借我一用。围城跑啊，这是不是有点糊弄人啊？圣人让你运荔枝去长安，你在岭南打转转，这能试出个什么来？这不严肃。不是，我呢，模拟了梅关道的路况，啊，我在岭南测算了一条山路与平路结合的路线，绕城一圈呢是30里，正好是2个驿站之间的距离。这个小东门呢，就作为接力的换乘点儿。等荔枝黑的时候呢，我只要算一算，这个我们一共绕成了多少圈，我就可以知道这荔枝最后它能运到哪儿坏掉，对吧？试验那天呢，肯定有很多百姓围观，怕引起骚乱，所以请何刺史还是派人给维持一下秩序。李大师，难得你想的这么周到啊！我觉得吧，这事儿你呀就别太费心了啊，我自有安排，好吧？那李大师，那请吧。马的事儿解决了，骑手还没有，还请何刺史帮我找点骑手。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？不是我事儿多，我职责所在。我跟你说，你说咱们岭南这个地方，你要让我给找一个操舟的好手，那遍地都是。找个骑手有困难啊，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？爱莫能助。理解。我这是这样，有这么一件事儿，刺史，我前几日呢，我家里边有事儿，我雇了一个挑夫。这个挑夫啊，知道我跟何刺史我们俩有交情，他跟我说了一件10年前的冤案啊。他说他有一个亲戚呢，以前是军中的精兵，骑马御船呢是把好手，样样精通。这个精兵呢，在与海盗的厮杀中受了重伤，是沉海了，但是没死。等这个伤兵回到岭南之后，他跟他的同袍就都被判成逃兵了。啊，他这个亲戚呢，知道何刺史是爱民如子的父母官，他就问我说，这个何刺史能不能帮这帮逃兵给翻个案？如果能还他们清白，那正好，那我不就有骑手了吗？李大师啊，这越来越不像话了吧？那太不严肃了吧？啊，你再怎么说，你也不能让一个逃兵当骑手，这不欺我岭南无人吗？你不说岭南无人吗？我是说岭南难找骑手，难找。还有啊，就这么一个挑夫，跟你说了这一大套，你就都信啊？那万一要是那个兵挨不住海上的苦，他自己逃回来，你怎么说？不是这事儿，像真的，它有细节。这个挑夫说，逃兵跟海盗首领厮杀的时候啊，这个海盗首领受了惊吓，跳海，屁股还中了一箭。你看，这都是啊！行了，啊，你这样啊，小东门的这个事儿啊，我答应你，啊。逃兵的事儿，照章说，你再查一查。好嘞啊，有消息尽快通知你。行，那好吧，不叨扰。哎，告辞。刺史，要好了。我问你一个问题。刚才他所说之事，林义奴为什么不报？你派他到那儿去干什么去了？我现在看来，林义奴定是被李善德下了巫术了。狗屁巫术！这你还看不出来吗？这分明是李善德发现咱们抢了他的骏马，故意挑出点陈年旧事来恶心我来了。你告诉我，我怎么恶心他一次？这个容易啊！这个属下以为。李善德搞这个围城跑，肯定会闹出很大的动静。哎，咱们到时候就借此机会让他难堪。我记得，
窦姬芳的蓝光曾经就是一个驯马的高手，哎，他要是能成为李善德的骑手，生下的时候定可撤他的肘啊。蓝哥的事儿你不要掺和，我自有安排。你过来。这件事，如果有朝一日，我是说万一，阿米塔问你，你怎么说？属下守口如瓶。老李，这几日啊，一定得定时定量，喂的少，但是得勤喂着点儿，这对它消化好。等这个快实验的时候呢，水里加点糖，增加它耐力。啊，李大师，李大师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这，哎呀，你看这些草料够了没？这些啊，我看呢，还得再来3车。等试验起来啊，咱就没工夫弄了。李大师，李大师，那个路得清，有好多地方马过不去，有好多那个树枝特别粗壮。到时候明天我多带2个人，我给那路给清了，具体位置我给你标在地图上。来喝点水。其实呢，也不用都清，你岭南到长安这一路，那比这儿复杂多了，是不是？有点障碍，好的。但你这地图我也看看。你打水啊，这里边有井啊，不用去外边，里边省事儿。好，城里有井，在城里边打。好。阿童啊。等试验开始了呢，小东门肯定有很多人，到时候洗马、喂马、传讯、打杂，这个日夜不停，大家得轮番值守。我到时候呢问苏老要些钱，给大家贴补。我们现在帮你准备，可不是为了找你要钱的。我知道，你这沿途要不然这钱也得贴补给各驿站嘛。这活让你们干了，这驿站的钱就给你们了，正好。那别谢了。嗨，谢什么？开饭了！这一会儿刷。一会儿刷。吃饭，阿丽，吃饭。吃饭。都有啊，都有。李大使的，李大使，李大使的。你们吃，不着急。吃饭。都有啊，不着急，你们吃。给你盛好了。可以。来，孩子，来拿去。拿去吃。哎呦，来。这啥来着？这个辣蒿。这不能吃啊！这有毒的，这是辣蒿，这有毒的不能吃。李大使，我们这都吃了几10年了，没事啊。什么没事啊？你现在没事，这没发出来，这是有毒的，长得像芥菜，这是辣蒿，有毒的，长期吃对身体不好。李大使，不能吃了。靠山吃山，我们动物园不讲究这些。有什么就吃什么，种地和种子强是吧？对。马上吃。阿童啊，苏老的钱下来了，拿着钱先给大家买点米啊、面啊、蛋啊，身体最重要，长此以往不行的。那你要别吃，我给你弄点别的。不，这好的给孩子，来。吃吧，有的吃。谁还要菜的话过来。还有吗？都有啊，不多来加啊。苏老，哎呀，你坐。苏老，你这是招旗手，这是打擂台呢。赢者留下，输者离开，循环比试，童叟无欺。那这有能骑千里驹的吗？这岭南啊，山多人穷马少，货物转运全靠牛拉驴拖，实在是找不出几个像样的骑士。苏老，
我现在呢，基本上有一个骑手了啊。您呢，帮我再找一个，就一个。有他俩呢，我基本上就可以用他俩先打个头阵。难，一个也难。哎呀，你就不能换个妻子妙想啊？我是担心，有了前车之鉴，后继怕是无人了。孙老，那我有个奇思妙想，咱能不能在那告示上啊加一条：能骑千里驹者，价钱免役。骑千里驹者，酬金面役。面役多少钱啊？你能骑啊？愿意一试。你要是能骑千里驹的话，你的酬金呢比其他骑手多1成，多坚持1日再加1成，行吗？这个太复杂了，酬金就不需要加。可是今日你要给我1半的定金。此人口出狂言，小心他得寸进尺，欲火难平。哎，聊什么呢？我跟你们说，我大哥当时骑马的时候，人送外号无影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缰绳一挥，便寻不见他的踪影。你是专业骑手啊？我是开斗技坊的。啊？哦，那这是跨界了啊！那你为什么不骑了呀？只觉骏马有灵，当驰骋天地之间，不应被缰绳所困。如今寄养，想小试身手。那你可以尽情发挥啊！如果你真能骑的话，这个酬金那就按你说的算。乃叶，我日行前来。好嘞。您得小心啊。好马常有，伯乐难寻。这位壮汉，小老有一个善良的提醒：这是一匹野马，你若非要以卵击石，落得一个鼻脸青肿、体无完肤，就医的费用小老绝不负担。大胡子，你会说人话吗？哎，谢谢。哎呦！大伙儿看坏日子！李大使，他骑走了。走了。快点看！李大使，站住！哎呦！啊！哎呀！好啊！飞来的很快。敢问兄弟尊姓大名啊？蒙大上兄弟抬爱，高州兰哥。兰哥，哥是哥呀。兰哥，您可是解了我燃眉之急啊！我这2位兄弟也是好骑手，可否让他们试试你的骏马？行啊，多多益善，都是哥呀，多多益善。
大使在哪儿？李大使在上头呢。行，玩去。哎。这窗帘绑紧点啊！哎呀，李大使，李大使！哎，赵丈书，你怎么来了？何子使开恩了啊！啊，所以说，既然李大使为那几个士兵求情，行，此事便不再追究。这个赦免令也会昭告于众。就是说那几个士兵是自由身了？哎，是这么个意思吧？哎，那谢谢呀。哎，那几个人在哪儿呢？那我看看。人我不知道在哪儿啊，那队人我也不认识，我得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个挑夫啊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您告诉何刺史，感谢他的大恩大德呀。人不在啊，不在呀，那我就费劲跑上来的。你真是你这有劳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信任你啊。哎，我就当是看见了。啊，哎，行，告辞。哎，有劳，走了。哎呦我天！杨老弟，亚爱庄，你自由了，日后再也不用躲躲藏藏了。李大使与我重生之恩，无以为报。赶紧的，别整这些没用的，快去把匕首拿来，快去！啊！义父，怎么了，阿米塔？这是我从那小兵手里拿回的匕首，他说就是这把匕首的主人劫持了那药船。义父，好好看看，这是不是我阿爷给你的那把匕首？都下去。没想到啊，这么多年了，还能物归原主。义父，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？义父心中无愧，有啥好解释的？啊？不知道你当年劫持那药船，我阿爷可知情？阿弥陀，你大老远跑过来，就是跟我翻这些陈年旧账的吧？啊？你要一定要追究，我可以告诉你真相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知道真相以后，你可能会更难过。义父，请讲。好，你阿爷当年一心想归顺，急于求成的去弄了个海帆船，想在岭南啊博个好名声。可他毕竟是海盗，他不是商人，他答应老百姓的那些回报他做不到，慢慢的。手里的活钱就越来越少了，再这么继续亏空下去，那就功亏一篑呀！我不想看着他倒，可是有些事儿上不了台面，他不能做，我能啊！我就琢磨着干一票大的，这样的话，用这笔钱能够帮你阿爷度过危机。我原本想的是把这笔钱补上那些亏空以后，我再跟你阿爷说，
到时候我再负荆请罪，可谁知道七景楼的一把大火，你阿爷没走出来呀。后来的事儿你都知道了。我带着兄弟们投靠了官府，也成功的归了顺，也算完成了你阿爷想完成但没完成的事情。阿弥塔，这些年我一直不告诉你，是因为你阿爷已经死了。我希望他在你的心目当中，永远是个完美的样子。你记住，有的时候，真相比谎言更伤人。你长大以后，应该能理解我的良苦用心。不管真相多残酷，我都不想活在谎言里。懂。你们给我滚出去！行，快下。人见了，见到了。他怎么还没死？他还要活多久？此事莫急。围城实验的时候，定找个合适的机会，为刺史除掉这个病根。你给我记住了。路线你们都打听完了？啊，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岭南人，打小都记这些路，烂熟于心。只有一个问题，这试验夜里跑不跑？这要真运起来，那不肯定日夜兼程啊。山路崎岖，难借月光，夜跑会有一定的危险。你自己说。沿途需要以火把为引，火把、油料都需要备足了。这你放心，钱我有，我支给你。李善德，苏老来了。李大师。哎，苏老，哎呀，我的手下阿弟，他以前是贩马的，给你留下来照顾你的马。哎呀，那好啊，那就有劳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阿迪，这是阿童，阿丽，有什么事儿就找他们啊，听人家的马方面的啊。哎呀，这太好了，这要是严老弟多带几个骑手，那不就更好了？对。大师，不要再七上八下了，像小老一样做一个吃了秤砣的铁王八。这一不说话啊。忙吧。于拉莫。绕城跑，这样的试验，他是应该不会只做这一次吧？是啊，试验做的越多越稳妥。小老明白，可是绕城一次就要花费几百贯，今天几百贯，明天几百贯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小老的钱袋里可就七上八下了。小老又想出了一个新的方法。你猜，是什么方法？不会又要蝴蝶吧？小老绝不会再要你的穿山甲。这回，小老要从胡商那里拿到几个铁王八。他们能帮忙吗？大师放心啊，小老钓鱼，愿者上钩啊。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。小老明白这个道理，他们也一定明白。只要让他们看到了大师的魔力，能够让荔枝运往长安，他们就会把手里的王八交给我们。苏老，你看啊，就这回试验，我压力就挺大的。
你说，明白，明白。大师啊，小老回到岭南，看中的只有你这一件生意。如果成功了，那我们都能博得一线生机。大师尽管尽心尽力，小老撕心裂肺，奉陪到底。那苏老既然如此，我定尽力。来，胡商每年都会在朝集会上商议新一年要经营的生意，谁能领着大家赚大钱，谁就能得到更多的支持。你去凑下热闹。我不用凑热闹，大家肯定支持阿米塔。谁敢跟刺史府的人作对啊？无人不敢，不代表心里不想啊。那些胡商们早就暗流涌动。你正好以右相使者的身份进入，去搅和这趟浑水。如果阿米塔行首的位置不保，他便会成为何有光的一个废弃。你便离间成功了。哎呀，这阿米塔也真够可怜的，什么脏活累活都替何有光干了，还一直被何有光当做一颗棋子。怎么，动恻隐之心了？不是，只是有些感慨。他什么时候能明白呢？他们什么时候能够长本事呢？就像先生一样，有一身的本事，又能够呼风唤雨，就不会落入这样的乱局了。别说你好像很了解我一样。我想了解。哎，杨老弟，李大使啊，我的通差都来了。李大使恩同再造，转运一事我们必定赴汤蹈火，全听李大使调遣。全听李大使调遣。快起来，让他们快起来！哎呀，这来了好，来了好啊！哎呀，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呐！有你们这些贵人帮助、高手帮助，我这心里边这石头落地了。哎，咱也别歇着了，随我来小东门，走。来，这几日呢，没日没夜，大家忙前忙后，辛苦了啊！明日呢，咱们就正式做荔枝试验。好。哎，李大使，这雨要是明天还下的话，还是吗？是啊，明天，那不管下什么，咱也得试。这老天给咱增加难度啊，这也挺好。这咱算出来的数字，它准确嘛？啊，对。好，是这样。本来呢，我想的是啊，一个人一匹马循环接力完成这回的试验。但刚才我一琢磨呀，咱这回2个人2匹马进行试验。这样呢，如果有一匹马它失误了，或者出现什么状况，或者有什么新的困难，咱预料不到，这后边的马它能补上啊，对不对？咱能继续完成这个试验，等于上了个保险呢。那我们就要准备更多的荔枝。是，这荔枝得多1倍吧，所以赶紧通知荔枝园，把剩下的双层梦赶紧拿过来。啊，卯时3刻呢，所有试验的新鲜荔枝就得运到小东门来了。啊。卯正10刻开始严禁，卯正1刻呢，招式要准备好。辰时所有的骑手就要出发实验了。我多说一句啊，咱们这个骑手是最辛苦的，所以咱们一定得保证他们的餐食啊，这个食材必须得反复洗啊，选新鲜的，也得告诉这个掌勺的啊，要注意卫生，不能吃坏肚子。放心。这个你来负责。好。试验起来呢，咱们就改成1日4餐。卯时正、午时正、酉时正和子时正准时开餐，你们就辛苦点，2拨人轮番倒。好啊，阿豪呢？哎，在呢，李大使。阿豪，你负责搬水换水，
记住啊，把这个双层瓮上面一定要密封好，放到马上的时候要拴紧绑紧。好密封好，绑紧。密封好。阿迪，你负责马，每跑一圈呢换人换马。阿丽会配合你刷马、洗马、换草、换料。对了，阿丽，入暮时分点着火把进山里边，给这些骑手指引方向。李大师，你方才说一圈下来换人换马，可是这一圈下来不到2刻钟，就这几匹马歇不了多久就得循环。我在想，人1圈1换，马3圈1换，这样子马可以多跑一些，也可以多歇一些。要不然这样子下去，马会跑死。你觉得呢？就按你说的，人1圈1换，马3圈1换。明日呢，狼哥跟严老弟骑那2匹千里驹先打头阵，剩下的骑手呢，我会把这个序列呀，我写在表上，你们一看就清楚了。如果前面的骑手出现问题，后边的骑手就按序列顺序的补上啊。我再多说一句，试验起来呢，骑手是最辛苦的，一定要保证他们的休息跟睡眠。他们要睡觉的时候呢，咱们小点声，别打扰他。骑手呢也争取尽快入睡啊。还有什么？还有，反正这回试验呢，肯定会出现一些咱们想象不到的困难，到时候大家就互相配合，有什么问题呢？通知我，我有什么问题呢也告诉大家，咱们多交流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提前谢谢大家了啊。明日呢，就有劳诸位齐心协力，裴某博一个结果。那咱们大家干活去吧。干活！别光让他吃，你自己也吃。哎呀，那边是晴天还是阴天？红皮果子树上飞哟，流水的枝子向下弯美，三九果子每个人哟，弯到天下一串串，一口觉得一口甜嘞，两口汁水才甘蔗哟，小花莫往怀里揣哟，明知明知就变味儿，三好才能让荔枝不变味儿哟，你别摘下来哟，你别摘下来哟。阿金，哎，怎么了，阿旺？大晚上唱这么大声，你不怕招来讨命鬼啊？哎，抓紧吧，一会儿还要送到小东门去呢。红皮果子树上结，流水的枝子向下弯美，
会一夜没睡吧？害怕。我从来没把这么大笔钱花在这样一个毫无胜算的事儿上。扔出去的石头，射出去的箭，你现在担心这么多还有什么用啊？现在不睡一会儿，之后几日怎么熬得下去啊？我没事儿。卯时3刻，运荔枝的人该回来了。走走走走走。来，吃点吃。小心烫！李山德，快来吃饭！阿丽，别呛了，再接着。真香啊！李大师，你先吃个香蕉。啊，好。李大使，啊，过来吃饭，过来吃饭。你过来嘛！怎么了？你看我们的荔枝园。不是你们种草里它活不了，你得种土里边啊。头几天还不能晒太阳才能活，啊，一土里边这一会儿马都给你们踩了。赶紧的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啊。放，放，大胆放，哎，接着放，好嘞，好，哎，都看着了啊！我会把试验结果按里程远近用4种颜色做了标注啊。这个黑圈呢为不变啊，棍儿给我，折点为色变。紫点为香变，朱点为味变，墨点它就是流汁了啊。这样呢，马跑了多远，荔枝什么状态，这大家就一目了然了，是不是？还有啊，这别薅我腿毛啊！扶着呢，扶着呢啊！咱们每一天在墙上挂一面旗，这样试验是第几天，大家也清清楚楚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啊，明白就行了。好，支持走。他怎么来？阿丽，起来，没在这儿。走。恭迎何刺史。都起来吧。李大使啊，得知你今日围城实验，何刺史特来观战。就是个试验，您日理万机，不敢叨扰啊。哎，李大使，这么说可就见外啊！这转运荔枝是朝廷重视的大事儿，那自然也是我关注的大事儿啊！高州的父老乡亲们，咱们高州啊，出大事儿了！啊，来了一位赤峰的李大使，
李大使是一心一意为圣人转送荔枝，想把咱们高州的新鲜荔枝啊送到长安去。可谁都知道，岭南距长安5000里啊，而荔枝呢，3日而腐，这怎么送啊？是，李大使有办法啊。李大使要借用咱们的小东门一用，做一个测试。一旦测试成功，那咱们高州的荔枝就名扬天下了。谢次师傅支持，某不敢怠慢，不敢辜负天子嘱托呀。让我们拭目以待，祝李大使马到成功。留旨。在。行了。李大使，绑紧点啊！王哥，住。南哥，一会儿你跟紧我来带路。你是说我一定要跑在你后面是吧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对路比较熟嘛。到时候若是我回头见不到你，你得自己跑了。看来兰哥也是个中好手，还以为你年纪大了，没有腰劲儿了。瞧挺狂。我腰好着呢。行，待会儿跟兰哥好好切磋切磋啊。李大师。张叔，这兰哥是疯了吧？我让他打乱节奏，没让他打开节奏啊！你不是都安排好了吗？怎么搞的？故意的，刚开始还不得做做样子给李善德看吗？哦，苏老也来参加潮集会，可是带了赚钱的生意。小老今天只带来了2只耳朵。阿拉腾杜西，我的朋友，苏老，今天是你负责记录，跟过去一样，只要是有用的，我会一字不落的记下来。各位，行手到了。
有礼了。诸位请坐。诸位辛苦，我来讨一杯水喝，不知方便吗？归英兄，我们今日要召开朝集会，不知你所谓何来呀？商贸兴隆，国富民安，乃右相所盼。我来是想学习一下，如果说哪桩生意可以跟大唐互通有无，利上加利，岂不是一件好事儿？也不枉我来岭南督导一番。既如此，便请入座吧。各位商会元首，岭南潮集是我们重要的盛事。去年，我们又开拓了一条新商路，利润较之前年提升了20%。尤其是新开大邑的买卖，以丝帛瓷器置换犀角、象牙和香料布匹的生意，一趟便赚了全年30%的利润。今年大家还有什么新的好的商机，便拿出来共议。老规矩啊，谁发起的商路，谁做主家，通过了便大家出资，一起赚钱。怎么还先发糖啊？知道。这便是潮集会的惯例。每人手头2块牛骨，看着没什么不同，实则一块空心，一块实心，只有拿在手里的人才知道。实心就代表同意，空心代表不同意，而后大家再把代表自己意愿的牛骨投到那匣子里，另一枚就投入第2个匣子。明白了，这样就不知道谁投的同意，谁投的不同意。有点意思啊。那可不，这可是我们行手的作业。牛骨都分好了。那潮集会，现在开始吧。行首，未通过。我坐着看了半天，这一桩桩的生意全都否决了，右相给了我们那么多的便利，我们大家都畏手畏脚，商会往后怎么办？右相知道此事，肯定会忧心呐。其实好的商机一直都在，就等着有慧眼去发现，有魄力去实施。我倒是有个提议，有了我们去年在大邑路上打下的渠道，不如今年我们再扩大规模。如今大唐的瓷器、茶叶、丝绸、白纸都成了大邑紧俏的货物，这样我们能更多的运回象牙、犀角、香料，将整个生意做到最大，将利润再创新高。好，再创新高，听起来就是一个好生意。咱别再空谷，咱别再空谷了。去年，阿米塔行首主持开了大邑的商路，当时大家都不看好。如果不是行首目光精准、一锤定音，怎么可能会有如今增加利润之事啊？既然行首看准了这个项目，我们
变头了吧？啊？法器，用你的算盘，好好的算上一笔账，啊！我来问你，以往你单枪匹马往返于海上的时候，一年的利润是多少啊？你说，行手目光精准，不错。近年来，湖上的生意越做越大，但是真正装在自己口袋里的钱，是多了，还是少了？听你这么说，这些年的生意越做越大，落袋为安的钱是越来越少。我猜你是故意这么说的，我感觉你就是一个白眼狼，忘恩负义，过河拆桥。马郎君，无人施恩，谈什么负义？未曾过河，又怎么会拆桥？马郎君有所不知，近年来海盗猖獗，商船屡屡遭到侵袭，无奈之下，湖商们不得不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掏出来，敲与海盗赎船赎货。樊老，你的永和号便是为此折了本。够了，应该是从那个时候起，你换了生意。小老，没有信口开河吧？啊？这些年稳赚不赔的生意都是我提供的，你在这里搅局，居心何在？难不成是想有更赚钱的生意分享给大家？当然有。众所周知，眼下荔枝大使正在东门做荔枝转运的试验。如果诸位在此出手相助，那事成之后，利润将在30%之上。何况荔枝乃是贡品，诸位大可不必担心沿途遭受歹人的劫掠。苏老，在朝集会上说出的话，一旦被书写记录，是绝对无法收回的。行首放心，神明在上，小老绝不食言。麻烦你，记一下，小老话多，来不及记，你可以先画圈圈。苏老，你为何要这样帮那荔枝使？小老要帮的绝不仅仅是荔枝使一人，小老要帮的还有在座的诸位。马郎君，如果新鲜的荔枝运到了长安，贵妃吃了之后，她会怎么说？贵妃如果吃了新鲜的荔枝，她会说：“好吃，还想吃，还有吗？”有。既然贵妃还想吃，那我们是不是还得运呢？每年都得运呢。这高州的荔枝应该会常供吧？每年都要运。诸位想一想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意？海枯石烂、千载难逢的生意。苏老金口良言，此举其心可嘉。就算我们从中收取利润，也是为圣上分忧啊。马郎君过奖了，湖商只要出了钱，那么一旦荔枝转运成功，圣人问及此事，只要荔枝大使多说一句，湖商功不可没，那诸位还会担心这转运的机会能落到别人的手里吗？那个时候，荔枝采购、马匹调配都会由我们湖商来经办。说不定沿途增设的驿站也会让我们湖商来经营，一本万利，天下哪里还会有这样好的生意？我觉得苏老说的有道理，这真是个赚钱的好生意。英雄所见略同。既然这么赚钱，
你为什么不自己弄？此前，也曾有人问小老同样的话。商会的存在，为的是互商互利互惠，雨露均沾。小老不过是按照朝集的规矩，把能赚钱的机会与大家分享罢了。啊，既然法期心存疑虑，小老绝不强求，头牛股反对便是。苏老是老江湖了，其中的隐患，他早就看出来了。说到底，这个项目的前提是新鲜的荔枝能及时运到长安。我们其他人提的买卖，不论大小，只是赚多赚少的区别，但这个完全是在赌博。运荔枝难如登天，若不能成功，那前期所有的投入，岂不是会打了水漂？行首说的不错，确实会有风险。正是为了规避风险，李大使煞费苦心，废寝忘食，不分昼夜，反复试验。小老要说的是，如果诸位能够多一份耐心，多等上几日，等待李大使的实验有了结果再做决定，那岂不是更加稳妥？我怎么听这意思，这朝集会进行不下去了，这不行吧？小老的话还没有说完。经过数次尝试，李大使已经将荔枝保鲜的期限由3日延长至了7日。7日，这是小老亲眼所见。眼下东门所做的实验，为的是尽量缩短转运路途所需要的时间。一旦试验成功，那新鲜的荔枝运往长安就绝对不会难如登天。诸位有什么想法？那我说两句吧。这运荔枝的差事是右相派遣的，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，也会增加成算。我在这儿也做一个见证，事成之后绝不会辜负大家报效朝廷的一片忠心。行首说的没错，毕竟是真金白银的投入，大家谨慎一些也是好事儿。既然咱们开朝集会是为了赚钱，是为了找到好项目，那再等些时间又有何妨呢？正所谓，好饭不怕晚，良缘不怕迟啊。既如此，那我们牛股表决吧。朝集会是否延期？哎，多麻烦呐！如果你同意，就拍拍手嘛；如果不同意，跺跺脚；同意就拍手。哎，同意，很同意，好，同意啊！既然大家都想让这离弦的箭多飞一会儿，那朝集会便延期几日。等李大使的试验结束，我们再议。好啊，苏老！
吗？你要吃荔枝，那盆里多的是呢。头人不让我吃。哎，这样，你拿一个罐子，把这个荔枝放罐子里，然后呢，把这个果子也放进去，焖1天就都熟了。啊，记住不能多焖，多焖就烂掉了啊。这是我的秘术，别告别人。嗯。他知道了。啊，他不是外人。嗯。我不告诉别人。嗯。怎么样？啊，假子我没问题啊，对，没问题。李子墨也没问题，饼子墨没问题。抱歉，我来迟了。不了。何刺史为何突然设宴啊？我看定是因为我们投票暂停朝祭会一事。是啊。几位前辈，那一会儿咱们怎么跟何刺史交代呀？哎呀，用他们唐人的话说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既来之，则安之嘛。时间不早了，各位，咱们先进去吧。大家呀，不要拘谨，啊！这些年，大家风里来雨里去，为高州的税收啊做了这么多的贡献。作为刺史，我得谢谢大家。来，来。缴纳税收是我们的责任，何刺史客气了。能为高州的税收做贡献，是我们应尽的本分。为了高州的发展，便是再辛苦也值了。哦，好。今天是家宴，我呢，是作为阿米塔的义父的身份来邀请大家。咱们这个湖商商会啊，能够得到发展壮大，你们功不可没啊！阿米塔必然是年轻，没有你们的担待，没有你们的帮助与扶持，他不可能成啊！第2杯酒，我作为义父，我谢谢大家。做的应该的，应该。刺史您太客气了。来。哎呀，我最近听说了一个事儿，
说咱们这个潮集会，它开着开着，突然间停了，好像是因为苏亮有个什么提议，有这事儿吗？这个圣人喜欢咱们高州的荔枝啊，好事儿。这是咱们高州人的福分，也是高州的机会，是不是老张？没错。其实啊，何刺史一直很看好这件事儿的。自从那个荔枝使来到高州，就处处予以方便。但没想到这个人表里不一，口是心非。自从来了高州，就借用这个荔枝使的名头，四处赚钱。那他为何又如此大张旗鼓地做围城实验啊？哦，他要不做这个实验，你们有信心给他钱吗？啊，这不叫实验，这叫表演。做出一副尽心竭力的样子，就是演给你们看的。马回来了！马回来了！当初这个单子恨跟我说要借这个小东门做实验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您这不叫实验，这叫原地打转，这能跟送荔枝到长安一样？就好比这驴，你把这驴眼睛给它蒙上，让它围着这磨盘转1000圈，它也成不了千里驴。快把人抬到井边喝点凉水，放点薄荷叶啊，放点薄荷叶。我呢啊，加一个鸡肉，加一个鸡肉谁？孙某，快补上。薄荷叶，别愣着了。小心。如此儿戏一般的实验，即便是成功了，又能说明什么呀？啊？可是现在不同，他可是把手伸进了胡商商会了，啊，还要搞咱们胡商商会的人和我家里的人，那我就不能容他了。那我这心情还就不好了。退一万步来讲，假如这个实验真的成功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到了长安，他见到圣人，他真的能在圣人面前说大家的名字吗？摊薄他自己的功劳？这种货色，我告诉你，鸡犬一升天，必然忘恩。到时候诸位呀，你们可就血本无归了，啊？是啊，平日里啊，你们的生意要是有点闪失，好歹呢货压在自己手里，不会赔个精光。这个荔枝转运的事儿，完全是个虚无缥缈的项目，这要是赔了，哎，必然赔得一干二净，到时连个转还的余地都没有。赵，你别吓唬他们，这不大家还没入伙呢，对不对啊？其实啊，道理很简单，商人嘛，嗅到了商机，那肯定是要蠢蠢欲动啊。我这儿都替大家想着呢。明年咱们的大邑航路还要扩大规模，我保证每个人的利润都会增加3成，是税后的3成哦。啊，那有的赚啊！这何刺史，您此话当真？何刺史当面承诺的，还能有假？高州能有今日的繁荣兴旺，仰仗于诸位，啊，大海茫茫，相见不易。何刺史今日设宴，就是想让大家抓住这个机会，咱们互通有无，同舟共济。你别在这儿再拽文了啊！其实很简单，有机会，大家一起抓；有钱，大家一起挣。总而言之啊，你们开心，我就也开心。感谢何刺史对我们胡商这般照顾，我代表我们胡商。我抛砖引玉，顾老代表。顾老，有
何刺史这么竭尽全力地给我们掌舵领航，咱们湖上的方向就跑不偏。来，大家一起敬何刺史，待我们乘风破浪，满载而归。嘿，好，干杯！干杯！都小心点啊！看看这点。李大师，哎，李大师，啊，我这有一颗荔枝破了。啊？破的？这是几裂的，这不是自然腐烂的。这拿马运肯定会弄破的呀。找点软的东西包起来。啊，包起来。找，不行，不透气，找纸。纸。那有纸。来。怎么样啊？缓过来了。缓过来好。李大师，天气炎热，兄弟们都受不了。幸亏他倒在这儿，如果在山路上，他从马摔下来，马跑走了，这试验还做不做？李大师，哥几个身子还扛得住。你们这是蛮干！你们就算人能受得了，马呢？马都跑废了。除了那2匹千里驹，现在最多能撑半天，不能这么车轮战啊！那就把这半天跑完。多半日少半日有什么区别？要是谁大声谁就有理，那咱们人全都得听驴的。喊什么呀？试验的事儿都得听李大师。是这样，狼哥，咱们也不知道你岁数大小，大家都叫你狼哥，我也叫你哥。这试验吧，它不是纸上谈兵。你说去长安5000里路，你很多困难，这都是不在算计之中的。试验嘛，它就是发现问题，规避问题。你说我们要是测个最快速度，那就容易了，那头3天，啊，测个均数就能算出来。但这不是嘛？只有这个试验持续的时间它够长，人摔了，瓮碎了，你把这些困难加进来，你算出的这个数据，它才有意义嘛。李大师，只要还有1匹马，我都可以坚持。我们也能坚持。我也行。感谢，感谢。我不是想打退堂鼓啊，我这2个兄弟不纯净啊，连筹跑马，让他们退出，我留下。感谢。那现在，既然骑手不够了，咱们就改成人跟马都3圈1换，这起码大家能睡个整觉。你们看行吗？好。好。饼子梦怎么样啊？李大师，饼子梦的荔枝没问题。高亚说：“哎，怎么样了？卫生实验搞的？可是人和马乏，废了几组人马，还剩下几个骑手在垂死镇上。我让你盯那个人呢，就属他跑得多啊，就属他跑得多，也该跑废了吧？这在山里面出点什么意外，也属于情理之中的事了吧？啊！哎，来让一下！哎，来！你们几个去后边靠好，忙你呢，看着严尔庄那匹马。
快点，马上到。来了，准备。